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因升级幅度不大，主打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迟迟未上线 ，iPhone 16系列在未涨价的前提下，销量依然不达预期。面对竞争愈发激烈的市场，苹果需要一些价格相对更低且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的产品，面向预算不足却渴望体验 iOS 和 AI 技术的消费者，而能够承担该任务的机型，在苹果产品线中目前只有 iPhone SE。好在消费者无需久等。之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就表示 ，iPhone SE 4将会在12月份大规模量产，并且将在明年3月份发布。最近，来自国外的最新爆料 ，iPhone SE 4配置也基本上已经曝光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 iPhone SE 4将会采用苹果自主研发的 5G 调制解调器，内部代号是 Centauri。这项配置简直太离谱了，因为 iPhone 16系列都没有配备苹果自主研发的 5G 芯片。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苹果手机会在未来几年逐渐摆脱对高通的依赖。据了解，苹果与高通的合约在2026结束。有趣的是，这项合约就是在2024年9月11日续期的，也就是 iPhone 16系列发布的第2天。再来看看 iPhone SE 4其他相关配置，采用 6.06 英寸的 OLED 面板，分辨率是2532×1170，屏幕比例是 19.5:9， 460 ppi，800 尼特峰值亮度，8G 的 LPDDR5X 内存 ，M11 面板，处理器是 A18，基于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工艺，机身重量是165克，机身大小是 146.7×71.5×7.8 毫米，电池容量为3279毫安。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SE 3电池容量是2018毫安，这意味着 iPhone SE 44这次电池容量将提升 62.5%。机身后置将配备一个4800万像素主镜头，底座传感器型号是 IMX904，前置单镜头像素还是1200万，光圈 f1.9。此外 ，iPhone SE 44还将支持 3D 人脸识别和 IP68 防尘防水功能，高达20瓦的有线充电支持。和高达15瓦的 QI2 和 MagSafe 无线充电支持。从硬件来看，除了显示屏降级等少数例外 ，iPhone SE 4几乎就是低配版的 iPhone 16，只是名称不同且价格降低。而 iPhone SE 4价格更是疯狂，预计在499美元到549美元之间。要知道 ，iPhone 16目前首发价是799美元，这样一对比 ，iPhone SE 4凭借离谱的配置，再加上超香的价格，绝对是年度性价比最高的 iPhone 手机。要知道，这可是一款支持苹果 AI 功能的 iPhone 手机，特别是处理器太强了，还拥有苹果自主研发的 5G 芯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传闻苹果有意减少 iPhone 16系列订单，预计很可能就是给 iPhone SE 4让路。苹果分析师郭明基预计 ，iPhone SE 4预计将会在12月份量产，并且预计2024年12月到25年1季度约生产860万部。从当前曝光的配置来看 ，iPhone SE 4虽然在配置方面不如 iPhone 15、iPhone 16，但结合价格来看，它的性价比无疑是比这两款机型高上不少的。这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毕竟 iPhone SE 系列的使命是在不冲击当前主流屏幕尺寸继续的前提下，帮助苹果进一步清理库存和平摊研发成本。也就是说 ，SE 系列不能比数字系列更有优势，不能拥有让用户放弃数字系列而去选择 SE 的理由。因此，前几代 iPhone SE 都是以 4.7 英寸非全面屏的形象出现的。在全面屏时代，只有被吊打的份。但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 ，iPhone SE 不可能一辈子都用这种老掉牙的模具。如今买的人越来越少，很快就是亏钱赚吆喝了。苹果不得不做出改变。在我看来，苹果推出物美价廉的 iPhone SE 4可能出于2个原因：一，哪怕明年甚至后年的标准版 iPhone都没有做出太大的升级，但其开发成本肯定还是比 iPhone SE 4这种机型高一些的。成本越高，代表利润越低。而苹果奉行的策略一直都是利润最大化，将 iPhone 各款之间的配置差异人为拉大，也是这一策略执行后的结果。用户想要完整的、最新的升级或特性，那么就得加钱。因此，你可以认为未来的 iPhone 17或是 iPhone 18都是为了衬托 Pro 的高端以及 SE 系列的性价比，这样一来反而能增加苹果的利润。二，苹果一直没能在中低端手机市场取得一席之地，无论是之前的诚意略显不足的 iPhone SE 系列，还是降价后的 iPhone 14、iPhone 15，都没能帮助苹果在中低端手机市场打下多少江山。在数字系列平均售价越来越高的今天，苹果需要一些产品稳住基本盘，而 iPhone SE 系列就是苹果最好的选择。经过3代产品的经营，
iPhone SE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用户基础，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全面屏而已。iPhone SE 4的面世便是想打破这一局面，于是乎苹果用旧瓶装新醋的方式，不仅能降低 iPhone 的入门门槛，还能有效与现有高端产品线区分开来，在保住原有基本盘的同时，再顺带清理一波库存零件，可谓是一箭三雕。iPhone SE 系列的存在，成功帮助苹果占据了更下沉的市场，填补了原有产品线的价位空白。只要苹果在后续的产品上掌握好刀法，适当降低利润率，依旧能成功杀穿对应的细分市场，给安卓厂商们带来不小的威胁。证明即便是苹果，如果不认真打磨产品，在新品上毫无诚意，还是会被目标群体抛弃。或许 iPhone SE 4的面世也预示着，苹果终于明白市场和他们的目标消费者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无脑，他们也需要拿出一些富有诚意的产品，才能继续稳坐自己的大哥位置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对于 iPhone SE 4还有哪些期待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